很多人都说张凌赫是天生属于大银幕和古装剧的男人，1.9米左右的身高，优越的骨相，挺拔的身材，再加上自带距离感的气质，只要他站在镜头前，观众往往第一眼就会被吸引。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，当一个演员拥有太过耀眼的外形之后，观众对他的要求反而会越来越高。张凌赫真正的难题，可能从来都不是没有人气，也不是缺少角色，更不是缺少成为顶流男演员的条件，而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。当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他帅气、冷峻、强大的一面之后，他还能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张凌赫？这几年，张凌赫在国产剧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强。从《宁安如梦》里的谢薇到《追狱》里的谢征，他塑造过的角色大多都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：冷静、强势、神秘，而且充满压迫感。尤其是谢薇这个角色，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真正记住了张凌赫。他站在那里，不需要太多动作，仅仅一个眼神就可以制造出强烈的距离感。这就是张凌赫最明显的优势。他的外形和镜头感非常适合这种拥有权力感和攻击性的男性角色。然而，当角色需要更加复杂的情绪变化时，问题也开始慢慢出现。有些观众认为，张凌赫在处理冷漠、痛苦、愤怒这些高情绪戏份的时候，依然容易陷入一种比较固定的表演模式，眉眼压低，表情收紧，声音变沉，再通过镜头突出他的外形优势。这种方式当然有效，甚至可以说非常符合观众对古装美男的期待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每一个角色都用类似的方式去表达情绪，那么角色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被削弱。谢薇需要神秘感，谢征需要威严感，而到了这1秒过火中的慕容清逸，情况却完全不同。这个角色最大的难度，并不是如何表现强大，而是如何表现一个强大外表之下已经千疮百孔的人。慕容清逸拥有复杂的身世，出生于权势显赫的军阀家庭，却在出生之时就被报错。多年生活在李家，经历严苛甚至近乎残酷的成长环境，让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冷漠。可是越是冷漠的人，内心往往越容易隐藏着巨大的情绪。慕容清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霸道男主，他表面上拒绝别人靠近，内心却极度渴望温暖。他看起来足够强大，实际上却始终被过去的伤痛控制。他想得到爱，却又害怕再次受到伤害。他想相信别人，却又本能地保持警惕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才是这个角色真正困难的地方。而也正因为如此，张凌赫在这个角色身上开始出现了一些过去作品中不太明显的变化。观众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漂亮的男人站在镜头前，而是一个拥有创伤、有恐惧、有脆弱，也有无法摆脱过去的人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因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足够外形优势的演员来说，真正决定未来上限的，从来都不是还能不能再帅一点，而是能不能让观众忘记他的脸。什么意思？当观众看到谢薇的时候，应该想到谢薇，而不是张凌赫；看到谢征的时候，应该想到谢征，而不是张凌赫；看到慕容清逸的时候，更应该感觉这个人物正在经历痛苦，而不是感觉演员正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帅气形象。这也是张凌赫现在最大的挑战，因为他的外形实在太突出。很多时候，演员的外形优势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可以帮助一个新人迅速被观众记住，也可以帮助演员获得更多优质角色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可能形成一种无形的牢笼，观众会期待你永远保持最好看的状态，镜头不能崩，表情不能乱，造型必须完美，甚至连痛苦的时候都希望你依然保持所谓的高级感。可是现实中的人真的会一直这么漂亮吗？当然不会。一个人在崩溃的时候可能会失控，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表情可能会变形，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甚至可能完全失去所谓的偶像包袱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些不好看的瞬间反而可能是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瞬间。所以，很多观众真正期待的，并不是张凌赫继续证明自己有多帅，而是希望他有一天敢于彻底放下这种帅。如果角色需要狼狈，他可以狼狈；如果角色需要疯狂，他可以疯狂；
如果角色需要崩溃，他可以真正崩溃，甚至哪怕镜头拍到一个不完美的角度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演员真正高级的地方从来不是360度无死角，而是即使没有滤镜，没有完美角度，没有所谓的明星光环，观众依然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1秒过火中的慕容清逸对张凌赫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，因为这个角色迫使他走出过去最熟悉的舒适区。他不能只靠冷脸制造压迫感，也不能只靠身高和颜值制造男主气场，他必须让观众看到人物内心的伤口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需要让这种伤口拥有层次，不是简单的悲伤，也不是简单的愤怒，而是那种明明很想靠近，却又害怕靠近；明明渴望被爱，却又下意识拒绝别人。这种矛盾才真正考验演员。而张凌赫目前呈现出来的变化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：他并不是没有进步，恰恰相反，他正在逐渐意识到，仅仅拥有一张适合古装剧的脸已经远远不够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成熟，大家可以因为颜值点开一部剧，却不会永远因为颜值留下来。一张漂亮的脸可以制造第一印象，真正让观众追完整部剧的，却一定是角色本身。这也是为什么张凌赫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继续复制成功，而是主动打破成功。如果谢薇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气场，那么慕容清逸需要让大家看到他的内心。如果过去的角色证明了他的镜头优势，那么未来的角色就应该证明他的情绪控制能力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真正摆脱古装美男的标签。因为所谓顶级演员，最终都要经历一个过程，从观众记住他的脸，到观众记住他的角色；从观众喜欢他的外形，到观众认可他的演技；从这个男演员真的很帅，变成这个角色只有他能演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升级。张凌赫今年已经28岁，对于一个男演员来说，这恰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。他的外形优势依然明显，市场号召力也正在不断累积。但越往后走，竞争就越不会只停留在颜值层面，新生代演员会越来越多。比他帅的人不会消失，比他年轻的人也不会消失。能够真正让他长期站稳的，只有角色和演技。所以，张凌赫真正需要突破的，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一直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完美男神。他需要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允许自己丑一点，允许自己狼狈一点，允许自己真正进入人物，而不是永远站在人物之外。当有一天，观众看着他的脸，却完全忘记张凌赫这个名字，只记得眼前那个正在哭、正在愤怒、正在挣扎的角色时，那一刻，或许才意味着他真正完成了从顶级古装美男到实力派演员的跨越。而这1秒过火中的慕容清逸，也许正是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。所以，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张凌赫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到底是演技还不够成熟，还是他的颜值太过突出，反而限制了他的表演？如果未来他真的彻底放下偶像包袱，你最希望看到他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？